你知道吗？全球超过 75% 的晶片制造产能，其实都集中在亚洲。台湾和韩国是前端晶圆制造的绝对主力，日本在材料和设备上几乎占据统治地位，而马来西亚、越南则在封装和测试环节快速崛起。换句话说，亚洲已经是全球半导体产业的一个心脏地带。问题是，新加坡到底能扮演什么角色？资源有限，电力和土地成本高，似乎很难和台湾、韩国这些半导体巨头正面竞争。但新加坡偏偏已经成为许多跨国晶片公司的重要据点，像 Global Foundries、UMC、Micron 等都有工厂落户在这里。那么，新加坡究竟怎么在这场竞争里找到自己的战略高地？它拼的不是量，而是质和价值量位置。今天我们不仅要深度剖析这场半导体大战的趋势，更要带大家解开新加坡独特战略背后的潜力与挑战。首先，我们来看看新加坡的产业格局和现状。未来5年，亚洲仍然会主导全球半导体制造，而到了2032年，东南亚的后段产能，也就是封装、组装和测试，预计会占到全球近1/4。换句话说，价值链正在向东南亚扩散。新加坡正好卡在一个关键点，这里不仅有晶圆制造，还有后段测试和封装，甚至有上游设备和材料的研发。举几个例子 ，Global Foundry 在新加坡设厂，主要生产特色工艺晶圆。Micron 的 NAND 闪存生产基地就设在新加坡，是全球最重要的存储器工厂之一。AEM Stats、ChipPAC 这样的本地企业，专注先进封装与测试，全球客户遍布。不过，新加坡的挑战也很明显，晶圆产能无法和台湾、韩国比拼，土地、电力和人力成本都偏高。如果只是量产，注定竞争不过。于是，新加坡必须在价值链里找独特定位。新加坡必须得抓住别人不容易替代的环节。那么，新加坡真正的机会在哪里？要理解机会，我们可以把半导体供应链想象成一条巨大的流水线，前端是高投入、高壁垒的晶圆制造，中段是芯片设计和 IP 开发，后段是封装测试，再加上周边的金融、法律、物流服务。新加坡的突破口主要集中在中后段加服务。第一大爆发的需求来自先进封装。AI 芯片 Chiplet 设计让芯片不再是单一的大晶圆，而是多个小晶片组合，这对封装和互联提出极高要求。新加坡完全有条件把先进封装作为核心优势。第二是芯片设计与 IP 服务。这里新加坡并不是制造工厂，而是区域设计中心，凭借良好的法律环境、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新加坡可以吸引中美日台的设计公司设立研发据点，做跨国 IP 交易枢纽。第三，新加坡有得天独厚的金融和仲裁优势，半导体涉及巨额投资、复杂供应链，难免会有合同纠纷。新加坡的国际仲裁和金融服务体系可以成为半导体金融和法律服务中心。这些几杯羹虽然在规模上比不过台韩，但在附加值和独特性上却能让新加坡占据战略位置。全球半导体竞争已经从谁的产能多，转变为谁能提供更高的附加值。新加坡要守住战略高地，必须不断创新、不断投入，才能不被后来者赶超。新加坡虽然国土有限，但正是因为专注、聚焦、差异化，才能在全球产业链里留下自己的独特一席。未来如果新加坡能抓住先进封装芯片设计服务、产业金融与仲裁这3大关键环节，它就有机会成为亚洲半导体的智慧中枢，不是体量最大的玩家，却可能是最关键的节点国家。那么问题来了，你觉得新加坡有可能在未来10年真的守住半导体战略高地吗？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请为我们点赞、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